各位网友，大家好！玩书走天涯，走进历史，走出现实。今天我们来谈一个现实中的话题，就是盛世中国的一个人口危机啊，从拒绝生育看见没落的真相。那么玩叔特佩服的一个歌手叫李健，他在《水中花》唱得特别好啊。在一次采访中，歌手李健被问及为何不生孩子，他的回答震撼了舆论场。他说：“现在的社会存在很多问题，不想让孩子一出生就将自己吃过的苦再重新走一遍，自己的基因也没那么的优秀，到必须要有人继承，又不是什么濒临绝种的物种，没有必要延续自己的基因。”这段话乍听起来很有理性的，却也很残酷。它不仅是李健个人的一个人生选择，更是一代年轻人内心真实的写照。对于未来，他们看不见希望；对于社会，他们感受到了压力；对于个人，他们认为延续生命并非必须。当生育不再是义务，而是一个理性计算后的结果，那么不生就成了越来越多的人心中的一个答案。我们来看一下数据背后的一个断崖现象啊。中国的出生人口从2016年的1786万掉到2023年的902万，仅用了7年时间，数字腰斩。这一跌幅不仅超越了韩国、日本数十年的人口变化速度，更让所谓的人口大国一夜之间陷入了衰老的一个阴影。韩国用了20年，出生人口才减半，而日本用了41年，出生人口才腰斩，而中国只用了短短的7年时间。这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这样的速度已不是缓慢的一个人口转型，而是骤然的一个断崖。看似繁荣的城市，拔地而起的高楼，GDP 数据的亮眼增长，却掩盖不了一个事实：这片土地正在迅速失去年轻人的新鲜血液。我们再来分析一下这个数据啊，就是2023年中国出生人口仅902万，那么出生率呢是6.39%，死亡人口达到了1110万人，那么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就变成了-1.48%。我们看一下关于总和的生育率啊，将近是1.0到1.2之间。据联合国的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出生率仅为1.15%，而2024年的有关报道降为1.01，就是说适龄孩子他只愿生1.15个孩子。那么对比日韩的情况，当然也很严重。日本2023年出生率在5.8%，生育率仅1.2%；韩国则更低，2023年总生育率仅为0.72%，出生率约为4.5%。为什么年轻人选择不生？经济压力山大是个根本原因。首先，我们看看抚养的成本。北京一项育娃成本报告显示，从出生到18岁抚养一个孩子，总成本高达53.8万人民币，约为 GDP 的人均6.3倍，仅次于韩国。这意味着中国家庭为孩子支出的心理与经济压力巨大，严重影响了生育的意愿。那么，中国正在开展一些政策的激励我们认为这是属于事后补救尽管中国政府推行了延长产假、托育补贴速配活动等等各种激励措施，站在婚育成本过高、性别不平等与个人偏好转变等各个深层面这些措施显得是事后诸葛亮杯水车薪。我们再看一个买房，也是中国年轻人一个噩梦在城市化进程中间，房地产早已不是什么安身之所，而是金融资本的一个收割机。高企的房价不仅压垮了青年，也让他们在结婚与生育的前提下却步。李健说，不想孩子再走一遍自己的苦，其实就是对高房价、高负债循环的一种抵触。还有一个焦虑就是深渊，就是这个教育。中国的父母普遍相信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从幼儿园开始，补习班、兴趣班特长班接踵而至教育资源的严重不均，更让这种焦虑如影随形。对于年轻人来讲，生孩子意味着将掉入无底洞般的教育竞争。
这是一种精神与金钱的双重枷锁，谁也不想带着。我们再看看职场的内卷，看不到头。工作机会虽然看似繁多，但真正能提供稳定与尊严的岗位却越来越少。内卷、裁员、35岁危机，这些字眼成了职场中的常态。当自己深陷焦虑，谁敢为下一代承担责任呢？对吧？中国这么多的外卖骑手，对吧？另外呢，就是性别和年龄歧视也是司空见惯了。对女性而言，生育更意味着职场的边缘化与社会的不公平，对吧？从这个企业招聘来看，他们不愿意用礼裙，尤其不愿意用这个适龄的女性啊。中国没有在法律层面对女性的职场这个避免歧视，所以很多的年轻女性就干脆选择不婚不育。这既是对个人自由的一个捍卫，也是对现实压力的一种回应。我们再来看看盛世的经济幻象与个体的心理方面的一个真实。从表面上看呢，中国处于盛世，经济总量是全球第二，高铁四通八达，科技产业快速崛起，那么国际影响力也是不断增长，这些成就无疑也是真实的，但他们与普通人的生活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落差，就是经济数据亮眼，但个人却感受不到安全感。GDP 再高，也难以抵消年轻人月光这个现实。8亿人的负债，对吧？科技成就虽然辉煌，但就业市场却饱和。博士当骑士 ，AI 大数据芯片不断突破，但大学生却找不到体面的工作。国际地位有提升，但民生压力依然沉重。大国崛起的口号响亮，但普通人却因买房买车掏空了自己的一生。所谓的盛世啊，其实更像是一个精心营造的幻象。而这个幻象无法解释为何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选择拒绝生育，因为在真实的生活里，他们看不到的不是荣光，而是疲惫与不确定。那我们希望大家来看清楚目前中国盛世下的一个社会没落的一个逻辑在哪个地方呢？因为中国正快速的迈入深度老龄化的一个社会，所谓老龄化就是65岁以上人口占比14%以上，并且在未来数十年迈入一个超级老龄化的阶段。在如此背景下，养老、医疗、公共资源配置将面临严重的挑战。中国过去的发展路径和它的模式，就是利用了60年代到70年代生的这个大量的出生人口，这叫人口红利，以及中国的人口多的规模优势。但如今红利退潮后，再靠过去那一套模式很难再复制了。如何转向什么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怎么在小规模人口条件下保持竞争力？这个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西方如北美，也就一个笨办法，移民，是吧？我们再来对比一下台湾。台湾2023年的核心指标总和生育率约为0.85每个女性只愿意生不到一个孩子，也是全球最低的。出生率呢比中国高一些，达到8.39%，死亡率约8.8%，所以台湾的自然增长率也是负值。那么对比来看呢，台湾的出生率高于中国，中国是6.4%嘛，但是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更低意味着育龄妇女少生，甚至更少生，而死亡率偏高，自然增长转负也更为彻底。所以中国的情况比台湾更差，并且呢，2023年台湾的学生从2011年的230万减至不到180万，很多中小学、大学面临停办或合并的转运，这个现象呢，中国也开始发生了。那么结论就来了，它这个与现代化这个文化有关，就是什么呢？伊斯兰教它鼓励多生，其他教都不生这并不是一个数字问题，而是一个整个社会逻辑的一个崩塌。比方说代际方面的割裂，
父辈们曾经靠人口红利创造奇迹，但子辈们却留在高房价和低增长的夹缝里生存。第二个就是资源的紧缩，教育、医疗、养老资源高度集中，造成了不敢生的普遍心理。第三个就是价值转变，年轻人开始相信人生不逼，一定要传宗接代，这种观念与传统文化背道而驰，但却愈发的普遍。所以盛世的幻象外在的繁荣无法掩盖内在的焦虑，当社会无法提供稳定与希望，不生就成了最冷静的一个选择。完说的结论就来了，盛世的尽头在哪里？李健的回答不只是个人的一个声音，更是一代人的一个呐喊。当出生人口断崖式下跌，当年轻人集体拒绝承担，这片土地的未来就已经写在了数据里面了。所谓的盛世中国，在宏大叙事下看似光芒万丈，但在个体的现实里却是愈发沉重和逼窄。繁荣与衰落往往并非对立，而是同时存在。中国的盛世正在人口危机的阴影中显现出一种没落的轮廓。这种没落无需战争，无需天灾，它是从内部溃烂开始的。一个不再愿意繁衍的社会将逐渐失去未来。当然，这种人口没落在西方、在日韩、在台湾也同时发生。西方靠移民自救，但是把自己民族的未来交给了伊斯兰，交给了印度。日本也在吸纳中国的移民王志安不就过去了吗？这只是一个缩影而已。而中国的生育补贴只能是杯水车薪，而正在落下的是又一个深渊，无边无际，没有尽头。以上讲的不对地方，请大家与玩叔互动，打在屏幕下方。谢谢大家。让你能够听到我的心，什么时候也能把我想起。